他明明是个5次落榜的穷书生，可却在落榜当天被异姓王唯一的孙女逼着成亲。如何？这次过了吗？还是没过，只能明年再试试了。爷爷让我问你，婚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顾小姐，就因为算命先生的一句话，你就愿意嫁给我这个穷书生？你不愿意娶我吗？倒也不是，只是家中实在羞涩，拿不出像样的彩礼。没事，不需要你给彩礼，毕竟爷爷也没给我准备什么嫁妆。那你想什么时候成亲？现在，我带了庚帖和户籍文书，我们直接到县衙去登记吧。行，那等回家后，我再给你补个拜堂的仪式吧。随后虾仁两人便来到衙门办理了婚书，并且还获得了朝廷对结婚补贴的300文。我先回家和爷爷说一声，然后将东西收拾好再过去你家。东西多吗？要不我再租一辆牛车，专门运你的东西。就一些简单的衣物，不用麻烦。那我明早租好马车后再去找你，毕竟从这府城到我们村里还是挺远的。马车好像有些贵，要不我们坐牛车回去也行。没事，贵是贵了些，但你第一次回我们家，租个贵点的马车才称得上你城里人的身份。可是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现在时间还早，我等会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搞点钱。搞钱？你要做什么？现在府试成绩已经出来了，再过2个多月就是院试，到时知府大人和学政大人都会举办宴会，邀请那些新进的秀才公们，而这种宴会自然是要在大人面前出些风头。你是想卖文章？是的，我准备在高档酒楼外面支个摊，看看能不能卖2首谢恩诗给那些过了府试的人。你若是有这才华，何至于参加5年科考，却连个童生都不是？既然你要支个摊，可需要我帮忙？不用，跟着我已经够苦了，赚钱的事就让我来吧。我不怕吃苦。既然我们成亲了，那便一起努力过上好日子就行。咱们手中有几百文，也够过一阵子了。而且我手里也有1点私房钱。顾长乐和虾仁分别后，便回到了一座普通的民房。虾仁这次考试如何？还是落榜了，我直接带他去领了婚书。我乖孙女可算是嫁出去了。顾方旭镇守东南的淮南王，也是朝廷唯一的异姓王。一个屡试不中的穷书生，您就要非要我嫁过去？相国寺的了然大师曾在你出生时就直言，我顾家想平安富贵，你就必须找与虾仁八字一样的男人成亲。若不是京城有变，爷爷也愿意帮你再物色。孙女知道，皇上想在薛凡之前将我召到京城赐婚，就是为了稳住您。所以只要他的生辰八字对了，人长得不错，什么穷书生落榜多少次，那又有何关系？反正这东南之地，南方身份再高也高不过你。爷爷，可孙女觉得还应考验考验。之前我在街上摔倒，所有人都离我远远的，只有虾仁愿意将我搀扶起来。如此考验便说明了他心性不坏。但他却连童生试都落榜了5次，说不定私下是个微庸多懒之人。你是想说他一旦知晓我们的身份，很容易小人得志？对，况且如今我们顾家还是皇上的眼中钉，他若是行差踏错，很容易连累我们家。孙女，你放心，这几天爷爷和他相处，能看出他性子沉稳，说话做事也进退有度，绝不可能是你说的那种人。切，你说的那么好，怎么他连个童生郎都还不是？他有时候见识比我都广，怎么就上不了榜呢？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明日我就去找知府说一声，把他的府试过了便是。这童生试成绩都已经发案了。没事，名字漏了而已，让他革个功名，你这段日子也不会过得太难，不是？与此同时，虾仁已经回到客栈之中。今日大堂比平时热闹不少，被取中的人都喜气洋洋地听着众人的道贺。虾仁，你回来了。
开口的人是虾仁的同窗张文远，而身旁3人也都是与虾仁互保参加科举的同窗。在这个朝代，想要参加科举就必须有5人组队互相证明没有作弊，一旦一个人出现问题，那其他4人就会受到连坐处罚，因此5人的交情算是非常深厚。只不过这次只有2人通过了考试。恭喜张兄与宋兄通过同生试，院士后2位就是秀才公了。虾兄此次成绩如何？这次我又没过。又没过，这已经是你第5次参加同生试了，明年你可还要参加？当然要继续参加，咱们报名的时候不是还看到有50多了，还在继续考同生的吗？也是，我听启蒙先生说过，虾兄你的文章火候是够的，明年必定会中。等回去后，我将同生试的书本借给你明年用。多谢张兄，听说院士榜上有名者，府台大人与监考的学政大人还会亲自设宴招待，你和宋兄若好好表现，说不定能被大人看中，收为徒弟。可惜我只会写文章，恐怕学政大人是看不上我了。不过我听说文远兄自小学习作诗，想必届时还能表现一番。学政大人是2榜进士出身，普通的诗句还真的无法入他的法眼，这次回去我得好好琢磨一番才是。张兄，正好我此前准备了一首谢恩诗，可惜此次府试落榜，暂时用不上。若是不介意的话，我想将此诗赠给张兄，算作回礼。这此前也没听说过虾兄你对诗词一道有研究啊。这个朝代的科举并不看重诗文，而是更看重文章，因此很多人对于诗词的研究是有限的。自己闲来无事在家，偶尔会研究一番，横竖我这诗是赠的，若是张兄觉得不好，不用便是。既然这样，那就劳烦虾兄你写下来，我们一同品鉴一番。承蒙张兄信任，那我就献丑了。随后虾仁展开文房4宝，灵活转动笔尖，一个一个的字也跃然于纸上。虾仁这字还挺好的。是呀，这一看便是练过不少年才能有的字。字写得不错，却还是屡次落榜，这只能说虾仁的文章实在是差到没法看了。张兄，写好了。一个5次落榜的邋遢书生，竟帮考试1次就中举的大才写起了报恩诗，身旁的同窗都嗤之以鼻。虽然这个朝代重文章轻诗词，但一个连初试都挂科5次的书生，又能写出什么精彩绝世的好诗？可是当张文远看到后，玉野堂开战物化，路人只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简单的字句却意义非凡，这对老师来说可是极大的赞美了。如此佳作，你居然能做出来！在下屡次落榜，心情郁闷之时，也只能研究一下此类诗句，期盼有一日能用上。只可惜今年又落榜了，不知道文远兄可能用得上？用得上，如此好诗用来送给学政大人，他一定欣喜万分。小小任笔费，当是答谢虾兄的赠诗美意。能帮上文远兄自是最好的。这碎银子捏起来不小，估计有个5两左右。果然知识就是财富。虾仁，我此次也过了府试，不知道你能不能也费些心思，帮我想一首不错的谢恩诗？当然可以，不过作诗要灵感，得等我回去再想想。行，那多谢虾兄了。对了，明天我和有明分开各租1辆马车回去，到时我们一起走吧，你们出牛车一样的钱就行。明日你们先走，我得去单独租1辆马车，带上我娘子一同回家去。你娘子，你什么时候成亲了？就在府试放榜后。先前听闻你双亲在世时给你定过一个娃娃亲，莫非和你领婚书的就是那个小娘子？不是，先前那姑娘嫌弃我，婚约早就不作数了。我娘子是府城人，乡下的姑娘都嫌弃虾仁，可城里的姑娘却看得上他。该不会是缺胳膊少腿，或者相貌奇丑吧？次日一早，虾仁来到顾长乐家门口。虾仁来了呀，长乐已经准备好了。爷爷放心，我会好好对长乐的。爷爷，我先走了。去吧，好好过你们的日子，下个月再回来看爷爷就行了。知道了。这是起得太早，不太高兴。没事，过一会儿就好了。等会赶路还要不少时间，你若是困了，可以再睡一会儿。你不介意？介意什么？介意你有起床气，还是介意你懒床？姑娘睡懒觉的话，可是会落下一个好吃懒做的恶名。你不怕村里人说闲话吗？这些倒是小事，我家里没有高堂，也没有太多的活要干，以后你可以睡到不气再起来。谢谢你。这么早赶路，想必你还没吃东西，正好在路上买了包子，还热乎着呢。你先吃一些，填填肚子。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车太颠簸了，没有胃口。其实味道还算不错，就是我暂时吃不下。那就给我吧，省得浪费了粮食。你明明都没有吃饭，这不是浪费粮食可耻吗？先前就知道咱们家条件不怎么样，如今家里还有多少东西？一间泥砖房，田地还有3、4亩，还有就是租车剩下的100文钱。这是上次我就说过了，我是有1点私房钱的。既然我们成亲了，那这些钱也该拿出来帮补家用。10两银子，你家看着也不富裕，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私房钱？我虽是女子，可也读书认字，在城里接些抄书或者写春联的活都很是方便，所以这么多年来也存了不少的私房钱。回家之后你也可以帮我再接一些抄书的活回来，到时候我们也会有稳定的进项。这样确实能赚不少钱。不过既然是你的私房钱，你还是先收好。方才就想说了，我昨天帮同窗作诗得了5两银子的润笔费，并且还有另一位同窗也与我订了一首谢恩诗。你的诗文做得这般好，还行吧。不过如今才是院士后的谢恩师，只能赚些小钱。要想靠这个赚大钱，还得到乡试的陆明艳，甚至殿试后的恩荣宴。昨天爷爷已经说过了，会打个招呼，让虾仁的府试和院试都过了。既然咱们如今有了5两银子，那后面那首诗不如你留着自己用。你若是过了院试，少不得也要参加宴会。我要用也是明年的事情了，而且我还有不少存货，肯定用不完，所以咱家的日子很快就会变好的。这些银子你都收起来吧。你是当家的，家里的事情我听你的便好，这些银子我都会好好保管的。半日之后，虾仁回到了村中，村民看虾仁坐着马车回来，都以为这次他被取中了。虾仁从府城坐这么好的马车回来，估计不便宜吧？你这次是不是终于被取中了？阿春哥，我这次府试又落榜了啊！又落榜了啊！这一次看你坐这么好的马车，以为有喜事呢。也确实是有喜事，在我娘子第1次回来，所以租了一辆好些的马车啊。这女子是你的妻子？虾仁，你娶妻了？是的，小叔，我们已经在府衙领过婚书了，不过还没有拜堂，想回来问问小叔和大伯的意见。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那这几天我和你大伯商量着，给你办个酒席，让你家好好热闹热闹才是。谢谢小叔，那我带着娘子先去收拾屋子。去吧去吧，我回去和你婶子商量商量怎么给你办酒席。那姑娘这么好看，还是府城人，怎么就看上你家侄子了呢？是，那女子长得跟天仙似的，怎么看上虾仁那落榜5次的穷鬼呢？瞧你说的，姑娘长得好，但我家侄子也不差吧？人家是个读书人，长得又高大俊了，多好的姑娘配不上。而当虾永强回到家时，他的妻子柳氏听到虾仁再次落榜，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这都是第5次了，我都说了，还不如不去，你还非得贴钱让他去读书。我那侄子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你个富人家懂什么？他这次又落榜了，你怎么还挺高兴？因为虾仁和一个小娘子在府衙领了婚书，正好这几天咱们帮他把拜堂酒席给办了。什么婚书？虾仁的娃娃亲不是说这次再落榜就吹了吗？别提那宋家了，虾仁这次娶的可是府城人士，那宋家拍马屁也比不上。乡下姑娘都看不上你侄子，人家府城好的姑娘能看上，该不会被人骗婚了吧？你这婶婶怎么说话的？人家姑娘长得不知道多漂亮了，能骗虾仁什么？咱家还有多少钱？没钱，去年收成全换成了银子给他去赶考。也不用多少，最多今年过年我不穿新衣便是。他家就他一个人了，成亲这么大的事，我们做书白的怎么能不给他张罗呢？你爱怎么张罗怎么张罗，反正我手上是没钱了。别说今年过年的新衣裳，就是往后几年的新衣裳你都搭进去了。真要钱你去问你大哥拿。我最近忙着赶考，家里有点脏乱。没事，不过脏了一些，收拾好就行了。你去读书吧，这些事情我这个做娘子的来做就好。家里就我们2个人，哪里需要分得这么细？2个人一起做还能更快一些。对了，今晚你就睡床上吧，我那几张板凳过来，在旁边凑合一下。明日一早我就到隔壁村木匠家里订张床。要大一些、结实一些的床。次日一早，虾仁大伯虾永昌和虾永强一起上门。大伯、小叔，早上好。你小叔跟我说过了办酒席的事情，本来我和他的意思都是这酒席的办得风光一些，让那悔婚的宋家看看咱夏儿娶了个天仙媳妇儿。只不过
看我做什么？这我说这酒席能不办就不办。宋家那边这几天必定是要上门的，别到时候正好碰见，闹得大家都不高兴。侄媳妇，你可有什么想法？我都行，听我夫君的。那就按照我先前说的办好一些。办可以，但我家实在是没有钱可以拿出来了。银子不用大伯和小叔你们出，我在府城得了一些银子，要在村里办个酒席还是可以的。你在府城赚了钱？我在府城卖了2首自己做的诗。诗还能卖？卖了多少钱？1首诗卖了5两银子。啊，5两银子是不是真的？自然是真的。夫君做的诗卖给了他城里的同窗，这诗可是要用在知府的宴会上的，5两银子1首，没什么好奇怪的。既然这诗这么值钱，虾仁你先前怎么不早拿去卖？而且现在都知道能卖钱了，要不说多卖几首。我卖的是谢恩诗，这种诗要用的人本身就不多，而且做1首诗也是需要时间的。有出息，随便赚1、4钱就能抵过我们在地里干1年了。不知5两银子足够吗？够了，办个好点酒席，再给你们2人置办几身新衣裳，加起来花个2两银子差不多。剩下的3两银子你们可以留着后面做家用。读书这么挣钱，那明年也得把我儿子送学堂去才行。虾仁，不好了，永昌你在正好。出了什么事？隔壁村宋老根带着人来了，估计是找虾仁的。宋老根来了，我去请村长和村里的叔公过来。永强，你去多叫上几家相熟的人过来，我看那宋家今天上门敢不敢说难听的话。是要打架？顾长乐眼中闪烁着小小的兴奋，因为村子周围有很多保护他的人，而且他从小也在军营待过，多少有点武艺在身的。如果虾仁真要打架，他很愿意帮忙。当然不会打架，怎么是文明人，都是讲道理的。虾仁，听说你和别人在府城领了婚书，你们先前不是说了那婚约作废了？今天这么多人来，是来送回彩礼的。就算婚约作废，也该我们2家人真正约定好。但你这一声不吭就带个小娘子回来，是什么意思？你们要取消婚约在先，一直拖着不还彩礼就算了，还不准我们虾仁娶别的姑娘了。罢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老宋家的错呢。既然你们婚书都领了，那就是你们毁约在先，先前那才送的礼我们自然也不会退了。宋老根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心里却乐开了花。当年虾仁家境还可以时，那彩送了可有10几两。未婚的事难道不是你们一直拖着不退彩礼？如今竟还敢找上门来，你们家脸都不要了。不要脸的是你们！我玉香妹妹被他拖到都16岁了还没嫁人，她要是争气点早早中了秀才哪有这么多事，而现在又一声不吭带了个什么府城的小娘子回来，这是正经人家能做的事。对，连累了我家这么多，那点彩礼还不够补偿的。虾仁没赶考前就取消了婚约，听说是因为他女儿被镇上的人家看中了，如今却反咬一口道歉。什么？我与我娘子的婚事是经过高堂同意，又有府衙吏员亲手办的婚书，岂容你张口就来污蔑我们清白？道歉！我道什么歉？听说你这次又落榜，要是正经府城的姑娘能看上你，我当然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会看上虾郎也是无可厚非。毕竟我的夫君文采斐然，可是个大才子。这么有文采，怎么又落榜了？这都是第5次落榜了吧？落榜这么多次，估计也是没什么希望了。其他村里有个考了3次都没考中童生，今年也乖乖地下地干活去了。这地里干活可用不上什么文采，要的是力气哟。也是不够力气，收拾你们这群人还得浪费更多动作。你做什么？你敢打人？嘴臭不就该打？我再说一遍，给我的娘子道歉。六叔，我的腿好像断了。打断腿也是活该。大家可都看到了，这个读书人打断了我们村人的腿，若是还敢再动手，我们就闹到你父子那里去，让他给我们一个公道。看来不只要打断腿，还要撕烂你们的嘴，看你们还敢不敢去夫子那里闹。就在剑拔弩张之时，一阵马蹄声响起，是官差来了，你还报官了？官差大人救命了，这里有人要杀人了。村长，这怎么办？先看看情况再说，要是宋家村的人真的敢就这样让官差带走虾仁，那他们也别想好过。虾仁，你带你媳妇先进屋，这里我们来处理。小叔别担心，应当没事的。这里可是秋水村。是的，这里就是秋水村。虾仁家里何在？这里便是那虾仁家。
先说好，不是我报的官，想必是虾仁自己在城里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官差才会追到村里来抓他的。我受辅尊大人之命，是来给虾公子送喜报的。啊？什么？这官差大人说的什么？他说是来给虾仁送喜报的。在下虾仁不知道这位大人要送的是什么喜报。恭喜苏公子此次府试被录取，以后便是同生王了。啊！可当时发榜时，我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没看到我的名字。是发案时虾公子的名字漏登了上去，幸好他们后来检查时发现了这事，辅尊大人知道后便特地派人来送喜报，并且还让公子好好准备院试，争取考个更好的名次。多谢大人，我去给您准备红枫。对了，先前我过来时怎么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可是有人来你们村里闹事了。不是来闹事的，就是闹了点小矛盾，说开就解决了，用不着麻烦差爷你。赶紧滚，以后别再来我们村子。多谢大人关照。公子客气了，喜报已经送到，我也该早些回去跟辅尊大人复命才是。官差大人一路辛苦了，我们农家人不懂礼数，招待不周，这些大人拿在路上喝些好茶吧。多谢了，我也算是沾沾咱们同生王的喜气。哈哈，虾仁，看来辅尊大人也是很看好你，不用多久你可就是秀才公了。好，那宋老根家真是目光短浅。是啊，还是虾仁的媳妇儿有眼光，不愧是城里人。这次双喜临门，酒席是办得越大越好。大伯、小叔，这酒席不如留着以后再办。最近这段时间我都得专注读书准备院试，而且夫子那边要交束修，赶考也要一大笔钱，不如等院试过后有余钱了再一起办。办酒席和交束修先用你手中的钱，等后面赶考的时候我和你小叔再给你凑点。没事，这酒席就等我院试后再办更好，到时我提前一点到府城去，再看看能不能挣多一些钱。我们这些做书拜的没本事，还要靠你自己。大伯说的什么话？这么多年，要不是有你们的支持，连童生都没机会去。既然如此，那你就专心读书吧，争取考个好些的名次。酒席等日后再说。长乐，你帮我把喜报放好，我到隔壁村去找木匠订一张好床。很快，虾仁便来到了刘木匠家，在说明自己需要一张2.2米的大床后，刘木匠当即便答应了下来，并且还保证过几天亲自送上门。随后，虾仁便一身大汗地回到了家中。你回来了，刚刚村长家的嫂嫂送了绿豆汤来我们家，正好给你装一碗解解暑。你喝了没有？没有，等你回来一起喝。多谢了。你明日要到镇上去？回去拜见夫子，也差不多要回去上课了。那能不能帮我买些东西？是要买面镜子。你怎么知道的？看到你脸上的炭灰就猜到了，这件事是我疏忽了，明日学堂下课回来就给你买。顾长乐嘴角微微扬起，他忽然觉得虾仁好像有种奇怪的吸引力，相处起来也很是舒服。对了，我今天引火时候发现，无论怎么加树叶和稻草干，火都会很快就熄灭，这是为什么？火引好了需加点木柴才行。哦，你不嫌弃我什么都不会干？有什么嫌弃的？你那手细的就不是干活的手，况且像我们村里长得还行的，也都是在家里细养着，不会干活，没什么稀奇的，我会干就行了。虾仁，能遇见你真好。你能看上我，是我的福气。虾仁，你说的是真的？是的，先生，昨日府城来了官差，给学生带来了府试备取中的捷报。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发案当日确实没找到你的名字？是府衙那边漏登了名字。原来是这样，这次你总算是成为童生了。府尊大人还给学生带了话，让学生好好准备院试。既然如此，接下来院试更不可松懈，得好好准备，别让府尊大人失望才是。学生知道，也感谢这么多年夫子的悉心教导。这是学生在杂货铺买的腊肉。有幸了，还有2个月就会举行院试，这段时间你每日都与宋有明一起到我书房来，我专门给你们讲讲考试的文章。先生，我准备月底就到府城去。6月底就去，为何这么急？随后虾仁便将自己娶了顾长乐一事告诉了黄秀才。你小子倒是好福气，竟然娶了府城的姑娘。不过你这样过去，后面一段时间都要靠自己苦读。先生放心，学生会全力以赴准备院试。把东西放下，去上课吧。下学后，宋有明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虾仁身边。虾仁，你那谢恩诗做得如何了？昨天在家休息了一整天，估计已经有一点灵感了吧？昨日有官差到家中送喜报，实在不得空，这2天我就给你写出来。官差到你家中送的什么喜报？此次我府试也过了，只是名字被漏登，府衙那边发现后，便特意派人来送了喜报。
意思就是这次府试你并没有落榜。是的，虽然名次只在倒数后面几位，但也算是过了。那如此一来，你是不是要留一首谢恩诗给自己用了？那我的那首……有明兄放心，既然答应了你，自然是要写出来的。那你给我写了，可还有给自己准备的？自然是有的。谢恩诗虽然没有其他诗好做，但要再拿出几首来，还是没问题的。既然这样，那就麻烦你了。两人聊完后，宋有明便陪着虾仁来到了一家杂货铺子。请问这些镜子中哪个最贵？还最贵的，你买得起吗？这位兄台，我买我的东西与你何干？你买你的东西自然与我无关，但你买东西后要送的人却与我有关。这男的是和顾长乐有关系，但这长得一般，素质也差，顾长乐怎么会和这种人有牵扯？你认识我？你不就是那个屡次落榜的虾仁，家境贫寒，读书也没什么成绩，还死皮赖脸的买贵的东西送给你配不上的人。什么配不上的人？虾仁买东西送给他娘子，你怎么也有意见？娘子不过一个随便说的娃娃亲，抓着这么多年不放就算了，现在脸都不要了，敢直接说是你娘子了？什么娃娃亲？我娘子乃是府城人士，姓顾，我们两个在府衙领了婚书，自然是该叫娘子。这位公子，你莫不是认错人了？府城人士姓顾，不是姓宋。我倒是姓宋，怎么？你说的是我？你不是与宋家村的宋玉香自小有娃娃亲？我与宋家早已无任何瓜葛，况且我与宋家的事情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说话。就是啊，你姓何，别人姓宋，人家女儿的婚事与你何干？该不会是你早就看中了那姓宋的姑娘，想要横插一脚不成，所以今日才会这般跳脚吧？莫要胡说，我就是看不过一个没本事的男人，白白耽搁了一个好姑娘罢了。本公子不与一个5次落榜的人计较。虾仁这次府试可是过了的，已经是童生郎了，而你不过也就是一个童生郎罢了，算什么公子？哼，发榜当日我可是看过了榜单的，上面根本没有虾仁的名字，何必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你如此自信，不如我们赌一场。你要与本公子赌什么？若是虾仁此次府试真的过了，那你胡言乱语就是坏了虾仁名声，你要当众给他赔礼道歉。若是没过，那我这个做同窗的给你赔礼道歉。哼，就算真过了又如何？那么多年才勉强成了同生，我看院士也难，说不定下次见面他就得给我行个礼，我喊一声小友了。说来说去，你不过就是不想为自己的失言道歉，还意图想拿科举成绩压人。本公子一次就过，不比你5次落榜的成绩要好。可你现在也只是童生郎，并不比我高贵多少，而你当众以道听途说来的是污蔑我的名声，就算你辈分真的比我高又如何？圣人有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一个读书人，居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就是没读过书的都知道做错事要道歉，难道你那秀才公的爹没教过你吗？道理我当然懂，但我没说错。宋家的事情本是就如我所说，而且谁知道你的府试是不是真的过了？发案当天确实没有你的名字。所以你就是不想道歉，对吗？想要我道歉，除非让本公子在院士的榜单中见到你。那若是我考过了院士，你便在府衙张贴榜单的地方，当着所有考生的面向我道歉。行，但你可别到时候考不中哭鼻子哦。希望你能记住你今日说的话。3年一次的院士只会录取20-30个秀才，就算运气再好，没有真材实料也不可能随便过的。虾仁连童生试都5次落榜，绝对不可能过。听你这语气，好像对院士挺有把握的。抄一些文章开头不是随便过吗？有没有把握我也不亏，考过了他的当众向我道歉，考不过就不过呗。确实，但是虾兄，若你将写诗的才华放在科举内容上，肯定能取得好成绩。多谢宋兄提点，掌柜的，我要这面镜。公子，这面镜子300文。我今日出来没带够钱。回来了，正好饭刚煮好不久，还在厨房温着。你煮了饭？不是我做的，是我给了村里的婶子钱，让她来我们家里做的。你要是不喜欢，那我学着去做，只是以我的手艺，可能忙活到天黑，你都吃不上一顿。没事，你一个人在家也无聊，找个婶子来帮忙做事也无所谓。那工钱我自己用私房钱出就行。倒也不用，暂时钱还是够用的，而且后面我还会再赚，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那以后花了多少钱，我都记好账给你看。说好给你买的镜子。你果然买回来了。本来带的钱不够买的，幸好同窗借了我一些。那我把钱拿给你，你明日带过去还给你的同窗。不用，那同窗正好是和我订了报恩诗的，他说这算是提前给我定金，我等会把诗写出来给他即可。
夕阳挥洒，虾仁一边吃着饭，一边将遇到何宏达一事和顾长乐讲了出来。那个何宏达就是为了宋家村那姑娘出头的。是啊，所以今天开始我就要认真学习了，不能让他给我看扁了。以你的才华，院士必定是会过的。哦，这么相信我，那我得再努力一些吧，争取不让你失望才是。就算你不努力，这院士也是肯定会过的，反正让爷爷说一句就好。那宋家确实难产，等明天放学，我和大伯他们商量一下，怎么把彩礼要回来，必须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才是。不如把这事交给我，你学业繁重，还是别分心去处理这些事情了。你准备怎么做？自然是直接带人到宋家村讨债去。可以是可以，但你得注意安全才是。我可是府城人士，这里没人敢直接惹我的。行，那就交给你了，到时候你去找大伯商量，多带些人。包在我身上。吃过饭后，虾仁便来到了书房给宋有明写诗，而顾长乐则是在身旁研磨。春满江山绿满园，桃李争春露笑颜。东西南北春常在，唯有诗恩留心间。好诗，我若是负责监考你们的题东学政，听了这诗后，必定十分愿意收你为徒。这首诗送给我那同窗就够了，我就不需要了。为何？像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农家子弟，若是在不了解官员的情况下草草站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原来是这样。对了，你先前说想接抄书的活，我到镇上的书屋问了问，他们抄书的活已经有人接了。那也没办法，只能等回府城后，我趁着那段时间多接些活赚钱。你好好读书吧，我不打扰你了。大伯娘，你也知道，我夫君是个读书人，不好出头去做这些，自然是我这个做妻子的去好些。行，我晚些找你大伯和小叔他们商量一下。这些年夫君送了多少东西到宋家村那边？大伯娘可有记着？大的记着一些，但虾仁私下也送了不少东西过去。那这样吧，大伯娘，你先把记得和我说了，然后我再找村里其他人问问。了，还要列单子？当然了，咱们可不是宋家村那些人，只会空口白牙的闹事。我夫君是读书人，他说咱们文化人可是要讲道理的。我把单子列出来，人证物证俱在，宋家村那边想抵赖也不行。那我想想。大伯娘一点点地将他记得的彩礼给念了出来。顾长乐低着头，在纸上飞快地写着。吴氏虽不识字，却能看出顾长乐的字写得很好。他越来越喜欢这个侄媳妇了，不仅貌美如花，而且还愿意替丈夫出面，去找退婚的对象要求退还钱财。次日，村长等人给顾长乐撑腰，与他一起来到了宋家村。我是虾仁的娘子，既然你们宋家先前与我夫君退了婚，那这纳彩礼就该退回来了。退婚错的又不是我们家，凭什么退给你？而且上次你们打伤了我们村的人，医药费都是我垫付的，你们还好意思来要东西？带着人到我们家门前闹事，还口出恶言污蔑我夫妻二人，你们活该被打伤。若是按照律法规定，无故口出恶言者，吃10下；污蔑其他人名声，吃30，再关入大牢3个月。我夫君大度，这才不与你们计较。村里人听不懂律法，但却能听懂惩罚。这么严重，不就是骂了他们几句，用不着打板子坐大牢吧？听说这小娘子是从府城嫁过来的，听她说话就跟我们不一样，说不定是真的。这天杀的宋老干，上次我家儿子也被他带了过去，该不会连累了我们家吧？上回我也是想去和你们商量罢了，并不是想去闹事的。你们都将咱们这腿打得快折了，这次不如就这么算了。宋老干，你赶紧老老实实把礼退了，小心人家真的报官把你抓了，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退，我退便是，字是该退的。我列了个单子，是我夫君这些年送到你宋家的东西，听说你女儿是识字的，就让她帮你们对着，把东西都拿出来吧。宋老跟头皮发麻的看着那写的满满的纸，无奈只能叫出宋玉香。你看看这单子上都有些什么，等下我们给下人送回去。可刚拿到单子，宋玉香就傻眼了。只见单子上字迹不仅公正，甚至还有不少他不认识的字。幸好连蒙带猜也都将单子上的物品念了出来。今年元宵，那下人下学从镇上回来，给你带了几个肉包子，都写进去了。爹娘，赶紧把东西整理好还给他们吧，这单子要是传出去，我的名声都要没了。哎，当家的那么多东西，算下来不得20多两。那能怎么办？人家府城来的小姐，我们能惹得起吗？早就说让你去找下人求情，结果你却死要面子。行了，赶紧去拿钱吧，把这事解决了，咱们跟何家那边的婚事也能顺利谈下去。单子上的东西太久了，基本都找不出来了。这总共是23两4钱5分银子，银子我家没那么多，换了些铜板。
单数是这个数，但是东西不对。怎么就不对了？你这铜钱是先帝时江南铜鉴所铸，这批铜钱含铜量少，一般得1000多文才能算一贯，所以你家拿这种铜钱给我们可以，但得加钱。你这姑娘心眼子也太小了，算得这么精，以后虾仁不是要被你压得死死的。我夫妻2人就不劳你们费心了，给你再补15个铜板，多了我家也没有了。可以，今日我们家与你家就两清了，以后见面就当不认识就行了。虾仁这媳妇儿确实厉害，说不定以后虾仁真被他治得死死的。强势一点才好呢，虾仁他家就他们2个人，这样以后谁都不敢欺负他们。彩礼我都给要回来了。不愧是我娘子，真厉害，村里人也说呢，我娶了个好媳妇儿。这样的话，加上我的私房钱，差不多有40两了，咱们家里就不缺钱了。这些年大伯小叔他们帮衬我很多，不如我们把这钱还一部分给大伯和小叔家，每家还10两。可以，你是当家的，你决定就好。那我明天就给他们2家送去。对了，床也送来了，虽然小了一点，不过以后我们起码能睡个好觉了。灯熄灭了，虾仁闻着顾长乐身上淡淡的香味，有些局促。虽说这么多天2人都住在一起，但却都是分床睡的。你睡着了吗？没有。这床睡着还行，但有些不习惯。睡习惯就好了。也是，你明日还要去书院读书，我就不吵着你了。你睡不着，要不做些很快就能睡着的事情。什么事？洞房。成亲了，不就得洞房吗？他的性子也挺合我胃口的，要不就从了他。反正你也睡不着，要不要试试？完事之后能睡得特别香。还是不了吧，等拜堂之后再说吧。那就拜堂后再说吧。次日一早，虾仁来到大伯家，将20两银子递了过去。虽然大伯几番推脱，但还是拗不过虾仁收了下来。随后虾仁便来到学堂。有明兄昨晚没睡好。何止是没睡好，简直是没怎么睡。宋有明，你家中的事情我昨日听说了一些，此事得妥善解决，否则会影响你的声誉。夫子，事情是这样的，我爷爷前几天回了一趟乡下，和乡亲们吃酒，结果不知道哪家人的亲戚带了一个黄花闺女出来，非说要送给我爷爷做小妾。真是胡闹！你爷爷既没功名也没官身，能收什么小妾？而且一大把年纪了，怎能与那种年纪的姑娘有牵扯？我爷爷也是当场就拒绝了，但没想到那家人今日带着姑娘从村里追了出来，非说我爷爷玷污了他的清白，要我爷爷一定要收下那姑娘。那你爷爷到底碰没碰姑娘？当然没碰啊，我家虽然颇有资产，但我爷爷也不是好色之徒，而且这段时间家里为了我的事都小心翼翼的。那会不会是那家人受了指使，就是想要坏了你的名声？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在马上参加院试的时候来这种事，而且那庄稼汉这不是自己毁女儿的名声吗？先前我参加院试的时候，就见过有人被自己同窗下泻药，以至于耽误了考试。想不到咱们这镇上也有这样的人。对不住，我也不想连累夫子和虾仁。今早我爹娘商量了一下，想着和那家人好好谈谈，花些钱了事。就算花钱摆平了这事，但已经传开的谣言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声誉。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倒是有个提议，若是做好，定能完美解决此事，同时还能挽回我们的名声。什么办法？你说说。以暴制暴。以暴制暴。有明兄，你确定你爷爷真的没碰过那姑娘？当然没有，我爷爷在酒席见到那家人后就觉得不对劲，很快就离开了。而我下学回家后，刚好看到他回来，时间是能对上的。我并非是不信你，只是要确认清楚。我爷爷若真有那心思，直接私底下收那姑娘当义女多好，怎会闹出这样的事？那就好办了。如此一来，我们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何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污蔑你爷爷玷污自家女儿清白，那你家就反过来谣言他们家父母卖女求荣，甚至可以更恶毒一些，谣言那姑娘与什么人原本就有染，不得已才会赖上你宋家，这样一来名声败坏的就是那家人了。这吾等读书人怎可使这些不入流的手段？但没有人因为这是肮脏手段就不做，很多事情律法是没法处理的。也的确是这个道理，那家人敢做这些，姑娘的名声无论如何都是好不了了。可做这些实在是有失身份，但我们也没办法。不过这件事要做就要做漂亮些，别让人家抓住把柄。先生放心，我回家便与爹娘商量。
没过2天，宋有名的事变出了结果。从一开始的谣言说那姑娘自己水性杨花，在村里早已经勾搭了人，到后面愈演愈烈，竟传说那姑娘早已有了身孕，就是着急找孙家老爷子接盘之类的话。这谣言实在是太吓人了，若是我们不反击的话，恐怕被攻击的就是我们家了。不用再理会了，过不了多久这件事就平息了。多谢虾兄，我爹娘说想请你到我家吃个便饭，心意我领了，就不过去了。再过些日子，我就要带着娘子回门了。行吧，那我到了府城再去找你。不知你家娘子住在何方？我把地址写给你。院士在即，你到了府城独自温书时也不可懈怠。若是此次考不过，便要到3年后再考了。父子，学生都记住了。我在府城有个同窗，也是秀才功名，你文章火候尚缺，靠你自己埋头苦写必定是不行的。你将这封信拿好，闲暇时去拜访他，看看他愿不愿意指导你一二。敢问夫子，他如今忙吗？他这些年都在准备乡试，可惜屡试不中。若他没时间指导你，也莫要埋怨，再自己多下苦功便是。多谢夫子，待到了府城后，学生会备好礼，再上门拜访。去吧，争取拿个好成绩。时间转瞬来到临行前一晚，大伯娘来到虾仁家里。明日早上便出发了。是的。这里面有些银子，你自己收好，别给你媳妇儿知道。不到万不得已，先不要用你自己收着的钱，记住了吗？大伯娘，我还有不少银子，这些你拿回去吧。这是你大伯要我拿过来的，我拿回去像什么样？反正你自己收着，真有什么事也有点钱傍身。记着哈，别让你媳妇儿知道。大伯娘走了。走了。还说留她一起吃饭呢。大伯娘刚刚给我的，你拿着一起收好吧。他怎么不直接给我？他偷偷给我的，估计是看你太优秀了，怕我院士落榜了，你会看不上我，这才给了我点钱。到时候你若丢下我跑了，我也不至于流落街头。那你怎么还把这钱给我了？那你会跑吗？我们都领了婚书了，我怎么会随便跑呢？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反正家里的银子就是全给你保管着的。你院士肯定是能过的。院士自然能过，而且过了院士后就有时间了，到时我会想办法再赚更多的钱，给你换个大房子，带你吃香喝辣。行，那我可得好好跟着你了。次日下午，虾仁2人才回到了顾长乐家。爷爷，我回来了。回来的正好，你赵爷爷今日来了。想不到长乐突然便嫁了人，老夫一时没准备礼物，过几日再补上。赵成书乃是大周元庆16年殿试的状元郎，也是江陵府第1个状元。行，那长乐可就等着赵爷爷的礼物了。这是我夫君虾仁，这次府试被取中，成了童生，8月份便要参加院试了。哦，听说你这夫婿考了5次童生试才过，那这次院试怕不是也难了？赵爷爷说笑了，我夫君先前屡试不中，只是运气不好，院试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科举考试可不只看运气，运气保得了他过1次，可保不了他次次过。他意有所指，童生是顾家可以插手，但后面的乡试与会试又该如何呢？赵爷爷说的对，运气一时好，确实不能保不了以后，但我觉得说不定这次的运气也是一个契机，毕竟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驳却苍冥水。世人见我横书调，闻于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我还年轻，说不定运气会一直好下去。你说什么？这孙女婿真是你从路边捡的？的确是捡来的。焉得为大丈夫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何为？3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实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说得好，顾老头，你这孙女婿可不得了啊！你可是忘了了然大师的话，我家长乐可是天生的富贵命，
与他的生辰八字能合上的，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哈哈哈，的确如此。天色不早了，老头子我就先告辞了。长乐好好休息，等过段时间，赵爷爷把新婚礼物给你送来。好，我等着赵爷爷。赵成书出了门后，便不自觉地走向府衙。他心中有些蹊跷，以虾仁的才华，怎么可能多年科举毫无建树？因此他怀疑是有阅题的考官故意刁难他。而以他的身份进入府衙后，很快便见到了知府陆大人。本官就说今日怎么见到府衙檐头上有喜鹊在叫，原来竟是赵老大驾光临。老夫今日来是有一事想麻烦陆大人。赵老你尽管说，本官自当尽力而为。老夫想要看看此次府试被取中的诸考生的答卷，不知道是否可行。陆知府不敢拒绝，不过好在今年的考试他都是按规矩行事，除了一个名叫虾仁的年轻人是被淮南王强插进来的。而这时正好赵成书也翻到了虾仁的卷子，字写的一般，不过这些不是什么问题，下个苦功多练便是。可当他看完虾仁的文章后，竟然又返回看了看题目，这才确定虾仁多次落榜真的不冤。如此狗屁不通、语言晦涩的文章，真是那小子写的，就这还扶摇直上9万里。这文章就算风把主考官眼睛都吹瞎了，你也起不来啊。赵成书不信邪的又看了一遍，他怕虾仁的文章蕴含的意思太深，需要细细品读。可第二遍他甚至都没看完就放弃了。赵老，这些文章您觉得如何？还行。经过陆知府挑选出来的必定都是青年才俊。他奶奶的，亏我刚刚还猪油蒙了心，竟然想收那臭小子为徒。就他这水平，下辈子吧。赵老，我已经命人去设宴了，不如吃了再走。不了，老夫已经吃过了，今日让陆知府为难了，万分抱歉，时间不早了，老夫先告辞了。赵老您客气了，我送送您。味道真好，是爷爷做的吗？手艺真不错。请隔壁家做的饭，普普通通御一顿，没什么特别的。隔壁住的是福伯，我们的老邻居了。他儿子多，平日会照顾我们爷孙。福伯其实就是淮南王的贴身护卫。福伯好福气，多子多福。中午你也没吃干粮，你快多吃一点吧。对了，明日我得去登门拜访一下夫子的朋友才是。那我给你准备束修。这是爷爷的书房，不过他不喜欢舞文弄墨，这里都是我在用，日后你读书直接用这里就好了。你爷爷不爱读书，还能收集到这么多的书，真不容易。这算什么？王府里还有一个藏书阁呢。对了，我们这段时间都住在爷爷家里，应该交点伙食费和住宿费才是。他一个老人家，就算有些积蓄，咱也不能心安理得的花他的钱。我是爷爷孙女，哪里需要这么见外？若是你自己，当然无所谓，但加上我就不好了，不如先给10两银子吧。他也太正直了，若是知道了我的身子，不会因为自己吃软饭而不要我了吧？那好吧，明日我给爷爷说。要是顾老头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和娘子一起啃老了。次日吃过早饭，虾仁便提着顾长乐昨日让人准备的束修出了门。黄秀才的同窗姓潘，目前在府学里找了一个类似助教的职务，也就相当于现在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到了府学门口，看门的斋夫见虾仁彬彬有礼，而且还有介绍信，便放他进去了。是爷，方才走过去的那位，好像是昨日知府大人交代让我们查的人。就是那个叫虾仁的童生。对，就是他。我们跟上去看看他要做什么。大人如此重视此人，若有需要帮忙的，那我们顺手便帮了。见过潘先生。要问问题，去找教育或者讲郎们，我不负责回答问题。先生，在下是黄秀才的学生，此次府试被录为了童生，准备8月份参加院试。这是夫子写的推荐信。我与你夫子虽是同窗，但我并无义务教导你，而且明年便是乡试，我自个儿也要忙着温书，所以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
原来如此，那是我打扰了。夫子让我代他向您问好，见您身体健康，我就先告辞了。你夫子有心了，我送你。陆师爷怎的到了藏书阁？你要找什么书，尽管吩咐学生便是。只是随意走走。这位小兄弟有些眼生，也是府学的学生。在下不是府学的学生，只是来自何文镇的一个童生。哦，那你来府学所为何事？夫子托学生来向他的同窗问好。原来如此，可这府试还有一段时间才开始，你这般早便到了府城，岂不是这段时间都没有夫子可教导？是的，不过出发前夫子交代了不少功课，应当能应付一二。这样也不好，你既是本府的童生，我可帮你与府尊说说，让你这段时间到府学来旁听可好？什么情况？府学录取的不都是秀才吗？就算录取童生，也都是大户大家的子弟呀。可虾仁这农家子，为何陆师爷要抬举他？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师爷？照理来说，我暂时是没资格进府学的。无妨，虽说府学只招收秀才，但也是有童生在读的。待我回去与府尊大人说明此事便可。敢问您此举是为何？府尊大人此前一直在感叹，说本次府试出了不少青年才俊，他吩咐我一定要给那些本次参加院试童生郎们帮助。你这般早就过来，可见你也是个上进的。府尊大人最爱这种有进取心的学生，正好今日你我在府学相遇，这算是缘分，所以此事你不必讶异，安心受着便是。其实就是赵老特意看了你的文章，府尊大人才觉得你有特别之处。那多谢师爷了。把你的住址写下吧，晚点会有人去给你消息。这什么情况？来请教我的学生，结果变成我同窗了。出了府学大门，虾仁便急匆匆地往家里赶，想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顾长乐。可他刚到街角，便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长乐，夫君，你怎么这么早便回来了？事情办妥了，你这是来买东西吗？我想着买一些布料给你做身衣服。这是隔壁家福伯的二儿子和他的娘子红英。原来也是福伯的家人，有劳二位陪我娘子出门了。正好我和夫君在家也无聊。你们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和夫君一起回去。这布料看颜色好像都是我用的，你怎么没给自己买一些？是担心钱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我还有衣服穿，而且我这正想着来书屋记些抄写之类的活，能赚不少钱呢。这位姑娘要接抄写的活，得去主街那边的书屋瞧瞧啊。我们书屋要转让了，暂时不需要抄写的人。这书屋的位置不好，经营不善也没办法。晚些我去另外2大书屋看看。这书屋转让价格如何？我们东家说，转让的话，必须连带这里所有货物一同转，差不多要300多两。300多两？那转让后，你们书屋那些雕刻，还有负责印刷的师傅去哪里呢？是跟着你们东家到别处开书屋去吗？东家日后不准备做书屋生意了，所以准备转让都遣散了。不过若是接手的人想继续经营书屋的话，东家愿意连同师傅们的契约一同转让。你想要盘下这间书屋？确实想，但估计算上师傅要400两才能盘下，咱买不起。我觉得这书屋就算换一个东家，也很难赚到钱。那是自然，毕竟府城书屋可不止一家，而且这书屋位置不好，也没有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何物？就是那种支撑起这个店铺的独有的商品。据我所知，其他大书屋除了各种新奇的画粉外，最重要的是有各种新鲜的科举资料，能供学子们选择。那你想盘下来，是不是你能拿出别的书屋没有的？嘿嘿，被你发现了。若是让我经营，我还真有一个天大的优势。可惜啊，那店铺若是能分期付款就好了。分期付款是什么意思？就是先付一部分钱，后续每个月再给一部分，这样一来压力就会小很多。要不我们回去问问爷爷还有多少存款，然后明日再来问能不能分期付款吧。也好。回家之后，两人迎面便见到红英和李二郎走出来。方才替你们拿回来的东西已经放好了。谢谢，我针线活一般，等会你指点我一下可以吗？好，我先去做饭。爷爷不在家，他们怎么进的屋？估计是爷爷想着我们在外边，所以出门时没锁门，拜托福伯家帮忙看着门。这福伯和顾老头是有什么过命的交情吧？
没人都能让他们随意进出。晚饭前，顾老头终于回来了，只是脸色有些不好。爷爷回来了。这是下棋又输了。哼，对这种高雅的事情，怎么能用输赢来定义呢？我们那是切磋。哦，看来您是被赵爷爷虐了一天啊。半天他是文人，我一个粗人下不赢他，不是正常吗？以后我都不去找那臭老头下棋了。是，您不去找他下棋，去找他比功夫不就行了？就他，爷爷，我让他一只手都行。对了，虾仁府学可会教下棋？不会。切，我就知道，不是每个读书人都会下棋了。真会下棋的也没几个能下过那老头。这人心思多得很，一句话能绕10个弯去骂你。下棋不过是一种兴趣爱好，爷爷不必把这些放在心上。输的又不是你。若是爷爷想在棋盘赢他倒也简单，我教您用棋子玩一个好玩的，明日您去和赵爷爷玩，必能赢他数次。连赢数次？你是说下棋我能连赢他数次？是的，我教你一种五子棋，保你战无不胜。你小子方才还说你不会下棋，现在就能教我百战百胜的办法了。长乐，你快去棋盘取来。赵爷爷下棋基本找不到对手，你教的方法真的能行？自然可以。随后虾仁便将五子棋的规矩讲了起来，至于百战百胜的方法，他则是使用经典6阵、先手必胜的花月与谱月等走法。虽然五子棋是从未围棋中脱出，赵老头可能几盘下来就能看出其中奥义，但让顾老头赢下几局还是很轻松的。这玩法好够简单，越是简单的下法，赢了那姓赵的便越爽。随后通过虾仁的亲自指导，顾老头先后赢了虾仁和顾长乐，这更加让他的信心满满。明日我便去找那赵老头，赢他几把便收手，以后不跟他比了，憋死他。爷爷，夫君说要把附近的那书屋给盘下来，到时候我们要是不够钱，您能不能借我们一些？爷爷有多少钱你是知道的，需要多少你开口便是。谢谢爷爷。爷爷您放心，书屋赚了钱，我会第一时间把钱还上。不必这么大压力，爷爷的钱就是长乐的，他愿意给你用，那便给你用。不过你一个读书人能买铺子做生意？对哦，夫君，你现在还是农籍，想做生意得转商籍才行，可那样就不能参加科举了。这确实是个难事。要不先把商铺挂在李二郎的名下，福国家儿子多，也不可能每个都去读书做官，而且现在朝廷对于商籍不能参加科举的政令越来越松，等赚了钱，我们可以给他捐个员外郎之类的虚职。福伯那边会同意吗？老头子，我亲自去说便是，到时候咱们写个契约，赚了钱给李二郎捐个虚职，该高兴的是他们才是。那就麻烦爷爷了，您对我这么好，日后我定会好好孝敬您的。我会的东西很多，绝对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信你，先吃饭吧，菜都要凉了。次日，虾仁出门上学后，顾长乐便带着红英和李二郎来到了书屋。这位客官还要买些什么？我要买下你家这铺子，让你们掌柜出来吧。姑娘，稍等我进去，请掌柜的出来。这姑娘昨天在门口不是说要抄书吗？今日怎么就有钱来买书屋了？随后掌柜的出来，很快便与顾长乐聊好了价钱。钱票当面数清，若没有问题，那便签字画押吧。钱票没问题，但这签字画押还得稍等。还等什么？姑娘有所不知，买卖铺子须得去找乡约那边说明自身情况，等乡约确定过有购买资格，在问过铺子的次邻同意后才可购买，不然这契约有可能是不作数的。这么繁琐。小姐，姑爷快下学了，你不用理会那么多，尽管对好钱票，然后签字画押。稍晚些时候，我夫君会来再与你相谈，届时无论他与你说什么，你都应了便是。剩下的那些要走的程序，我会让人跟紧全部补上。可这掌柜的，请你尽管先收下，府城内能坑我们家的人
还没有出现过。我家小姐让你做什么，你照做便是。我们家姑爷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不想用小姐的钱，所以小姐才会出此下策。因此你要仔细一点，别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掌柜的可还有别的问题？没有问题了，姑娘的吩咐我会尽量办到。虾仁下学后回家吃过饭，便立刻拉着顾长乐来到了书屋。客官又来了。我想要见见你们掌柜，劳烦小哥通报一声。二位找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我听闻这间书屋要出售，想找您问问情况。确实是要出售，只不过想要公子想买的话，需要将我这里所有物品都一并购买。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只是我如今身上钱不够，不知掌柜能否通融一番？我先交一部分钱，后续再每个月再付一部分钱。可以，这个店位置偏，我们东家急着出手。既然你愿意接手，一切都好说，直接就按照公子你说的签约吧。我去请相约来。啊，你们东家确定同意？当然同意，公子不必担心，有相约在。我们若真是违约，你直接去衙门告我们便是。虾仁思量再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被骗的可能，因此便在相约的见证下签下了契约。与掌柜约定的首付是30两银子，后续每个月再给20两，大概1年还清。夏公子，我是要跟着主家走的，因此你接手店铺后还得再另请一个掌柜。不过店里签了伙计的伙计，你可以考虑留下。随后掌柜的将所有伙计都召集到了前面。这是前面负责跑腿的阿奇，这两个则是负责印刷技术的匠人陆芳和陆允，两人是本家兄弟。各位好，我是你们的新东家虾仁，如今是个同生郎，8月份会参加院试。诸位若是日后愿意继续跟着我干书屋的话，那我们便重新签订一份契约。这也太年轻了，他真能接手书屋吗？东家，我们书屋先前的生意一直不怎么好，若是您接手后收益还是不好，该怎么办？既然我敢将这间书屋盘下来，自然是因为我有别人家书屋没有的手艺，而且你们想留下来，也必须同意我的要求才行。不知道东家有什么要求？我要交给你们的收益是旁人所没有的，因此我要你们兄弟2人签订一份保密协议，并且还有连带责任。若是日后被我发现技术被泄露出去，查明是你们兄弟任何一人做的话，那另外一人也要承担同等责任。除非我的书屋倒闭，不然绝对不允许除了你们之外的其他人知道我这书屋的任何手艺信息。这倒是不怕签，毕竟我们手艺人都是代代相传的。你们可以回去考虑一下，我明日将契约带来与你们重新签订，在明日之前都可以反悔。东家虽然看起来年轻，但说话办事却如此利索，像个能干大事的人。先试试，若是真经营不善，我们再另谋出路。我们自然不会反悔的。你意下如何？只要东家愿意，我自然是想继续在这里做下去的。好，若是日后忙起来的话，我会再雇多一些人来帮忙。多谢东家照顾。那你们就先回去吧，明日正式开工。夏公子，莫非你家先前也是做书屋的？不是，我家不在府城，先前以耕读为主。那你这别人没有的手艺从何而来？掌柜的，这些就不好告诉你了。是我唐突了，公子莫怪。掌柜的若是想知道，等我们书屋的新产品推出时，可以过来看看热闹。那是自然。在下先行告辞。你怎么对生意的事情也这般精通？我也只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做过。若是这书屋到时不赚钱，我们就要背上巨额债务了，你不担心吗？你这般厉害，说能赚钱必定是能赚钱的，而且就算亏了也无所谓，到时我抄书养你也不是不行。那我可就等着吃娘子的软饭了。少贫嘴了，你方才说的新手艺是怎么回事？也是你爹娘留给你的吗？并不是，只是我以前在镇子上的书屋角落里翻过一本无人问津的古籍，里面记载了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只可惜那时候不够钱买下来，后来书屋不小心失火，那本估计也被烧毁了。原来如此，确实有很多先人的智慧没有流传下来。那里面记载了什么手艺呀？你看过那种带着彩色插画的画本子吗？确实是没看过，不过倒是听说过。那种带彩色插画的画本子价格昂贵，书屋一般只会推出小部分。
不错，因为价格昂贵，一般人买不起。可若是这种画本变得便宜呢，甚至能让普通人家也买得起，那自然是会受到所有读书人和公子小姐们的追捧。不错，我的新手艺便是能把画师画出来的彩色图画批量印刷，而且印刷出来的东西几乎与原作没有区别。这样一来，彩色画本就能批量生产，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纸张还会有很多。这种技术是由活字印刷术演变而来，叫做豆版和拱花技术，在虾仁所在那个年代也属于是古代的产物，但这种技术非常繁琐，虾仁也只懂得基本的理论知识。你说的居然是这种手艺？等明日签好契约后，我和那2个匠人再商量一下怎么开始。那请掌柜的事情，你有想法了吗？还没有，要不请你爷爷来怎么样？算了吧，他天天忙着下棋呢，可没时间管理我们的书屋。要不请福伯的3儿子吧，他也读书认字，不过他对科举并不感兴趣。那太好了，还好有你这个贤内助，不然我又要读书，又要处理其他事情，必定是分身乏术。虽然让你养着也不错，可这样你就太辛苦了，我可舍不得看你吃苦。回家之后，顾长乐便直接把福伯找来说了这件事。啊，三儿子，三儿子啊，行，他人聪明，必定是能做好的。三郎人其实还不错，您回去和他说说这件事，明日让他提前到书屋等着，我夫君下学回来就能教他怎么做账。行，我这就回去和他说说。福伯离开后没多久，顾老头就回来了。哟，爷爷这么高兴，想必是有什么好消息。不错，今日用我孙女婿教的法子，终于赢了那赵老头3回，第4把我眼见他都熟悉了，我就不玩了。气死他！你们是没看到他那样子，真是乐死老头子我了。既然赵爷爷熟悉了其中的套路，那日后就不能再与他玩这个了。不玩了，臭老头赢了我这么多年，终于让我扬眉吐气一把。顾老头高兴的晚上都多吃了一碗饭。次日虾仁下学，便来到了书屋。顾长乐和福伯的3儿子早早就在这里等候。三郎，这便是我夫君虾仁。虾仁你好。福伯跟你说要做什么了吧？说过了，让我到这里来做账房先生。我读过书，会认字，这活我肯定能干。不过我没有学过记账，所以还得劳烦你教教我。这没问题，横竖我教你的记账方法也与别人家的稍微有些不同。东家你说，我记一下。我要教你的是一种复式记账法，叫做4角账，亦称天地合账。随后虾仁便将4角账这种先进的复式记账法交代了一遍。总之你要记住，收方复方，无论如何遵循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的规则。晚些我会把账本制成这样表格的形式，方便你每日记账和以后我们查账用。我大概理解了。等后面实际登记几次，做上2回账，估计就能熟悉起来了。处理完账房的事情后，虾仁又将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签订契约，而除了6元和陆芳，阿奇也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上面的内容便是不允许对任何人透露有关书屋的信息。当然，虾仁也同样会支付他们一笔保密费用。都签订好契约后，虾仁便带着陆芳2人来到了后院。不知道2位可会印那种彩色的笺纸？东家是说那种描了花边的笺纸？正是。我们2兄弟会一些，但是并不常做，毕竟这种笺纸比普通的纸张贵不少，咱们书屋印了也卖不出去。东家您看，这便是我们先前印的。手艺一般，我在这本来要倒闭的小书屋，倒也不算屈才。接下来，虾仁在后院和2兄弟讨论了将近2个时辰，这才将以套骰制作笺纸的方式给他们讲明白。彩笺还能这么印？这样一来，就算是那种图画，不都可以印下来吗？图画自然也可以，但凡事有易到难，咱们先从彩色的笺纸开始，从2、3个颜色再逐渐增加。可是东家，套色虽然可以，但这要怎么对齐？一套一套的，若是一个没对齐，那不就白费了？可以用拼图的形式试试。拼图？具体要怎么操作，需要你兄弟2人研究一下。毕竟我只负责提供理论支持，不过你们若是能在规定时间弄出我要的东西，发月钱时我会另给你们加一笔奖金，而且2位手艺提升上去，以后的薪资也会更高。东家放心，我俩肯定竭尽全力。需要买什么颜料和工具，你们直接与李掌柜说便是，明日你们先雕版。
随后虾仁便和顾长乐离开了书屋。走在路上，顾长乐想起最近虾仁做出的事，还有对自己说的话，平静的小巷内多了一分暧昧，他竟不自觉地拉起了虾仁的手。能拉着手吗？这条路上没什么人，不怕被人说。有人也没关系，我被我娘子拉着，不怕别人说。确实，我拉着我夫君，也不怕被别人看见。对了，等会三郎可能会来家里拿买材料的钱，这下估计得先借你的私房钱一段时间了。行，夫君你不用担心这些，我来处理就好。对了，你方才交给三郎的记账法，我能不能告诉爷爷和赵爷爷？当然可以，这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你家和赵爷爷家也需要记账嘛。爷爷用不上，但他们有许多朋友是大户人家，必定是用得上的。行，那我回去写一份更详细的说明给你。那就麻烦你了。回家之后，虾仁便将记账方法的详细说明写好，然后他就发起了呆，好似忘了身旁的顾长乐一样。夫君，你怎么了？没事，想事情想得出神了。你将这个说明给爷爷吧。可是有心烦的事情。我做事还是太草率了。原本我要印与别人家不同的图画，可我并不善画，得找画师专门来画才行，这样又是一大笔花销。画画，我会啊，你要什么样的画？你居然连画画都会？赵爷爷擅长画画，我是小时候跟着他学的。原来如此，那你会不会画写实类的图画？写实？那不都是犯人的画像吗？我就是要那种。要不你先按照你自己的样子自画一张，到时我与你说一下哪里要改。好，我都听夫君的。那我先把这个给爷爷，你专心读书吧。当顾长乐将记账方法讲给顾老头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赵老头家里炫耀。不是说这段时间都不下棋了吗？还来做什么？自然是有事。你最好是有事。嘿，你这老头子还是个文人雅士呢，不过就是下棋赢回你几把，气性也特大了些。有屁快放！我孙女婿写的东西给你随便看看。原来是想让我指点指点啊，那我就实话说了，你那孙女婿的文章我先前看过了，狗屁不通，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屡次落榜，绝对没有黑幕。老夫的意思你懂吧？然后呢？然后就是这么差的文章要老夫指点，就算是你拿过来的也得付出一点代价。跟我下棋，先下棋让我满意了，我再看。不下棋，那这东西我也不看。不看就不看，反正是长乐让我拿过来，说什么赵爷爷看了一定会开心。既然你这么不想看，那我直接拿回去便是。等等，既然是长乐要拿过来的，那我顺便看看也无妨，但我提前说好啊，我若是点评过了，你可别生气。随后赵老头便开始看起来，当看到四角账3个字后，他瞳孔瞬间睁大，而越往下看眼睛瞪得越大，看到最后他的手都忍不住微微颤抖起来。这真是虾仁写的？自然是虾仁写的，这是他准备在书屋用的账目方法。是，他交给书屋掌柜的。长乐看到后抄了一份，说要送给你看，怎么样？你要是看不上，那我就拿回去。别啊，不端架子了，你还没说好不好呢？好，太好了，这记账法比现在的记账法更为先进完善，老夫觉得不止户部可以用，就连大周全境都能用推广此种记账法。也就我那孙女婿整天不务正业，才弄得出这种东西来。若是换了别的读书人，只顾着读什么圣贤书，满嘴之乎者也，肯定是连记账都不懂的。不就是昨天说虾仁开书屋不务正业吗？你还记恨上我了？而且老夫那是关心后辈。对，你关心后辈，想让你指导的人都从这里排到了京城。
你今日拿的这东西是能公之于世的吧？嫦娥问过他了，他说若是大家觉得好，尽管用便是。好小子，老夫要写个封奏书送到京城去，让户部赶紧着手去推广这记账的法子。对了，得给这小子请个赏才是，这可是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大好事。不行，我孙女婿这事还不能让皇帝知道。这是用不着你说，我要当今表彰的是一个叫做虾仁的农家子，与你们顾家没有任何关系。还是你聪明。另一边，顾长乐终于画好了一幅自画像，虾仁看到后却大惊失色，他没想到自家娘子的画工竟然这么好，将画像画得如此传神。接下来的日子便是虾仁读书，空闲下来就写画本，顾长乐则是每天都画画。当书屋把第一张染上不同颜色的笺纸印刷出来时，时间已经到7月底了。这天，张文远和宋有明来到了府城，邀请虾仁一聚。虾兄可算见到你了，想不到你居然也过了府试。收到喜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是惊讶。哦，对了，这2位便是这次院士要与我们一起互保进考场的唐明辉、邓茂。2位好，我叫虾仁。听闻你娘子是府城人士，如今你就住在你娘子家里，这样真好，能省下好一笔住宿的费用。确实住着舒服。对了，虾仁，夫子让我问你功课有没有落下？先前他给你推荐了府学就读的同窗，可有指点1、2你的文章？我到了府城后，第2日便拿着夫子的推荐信去找了那先生。可惜他学业繁忙，并没有时间指导我。夫子说了，若是你这段时间没有人教导，恐怕学业会有滞后。他让我到了府城后，与你一同读书，多与你探讨一下学问。我在客栈订了一个单间，不若你白天就到我房间来，我们一同温书。这样正好，我就住隔壁，若是有不懂的虾仁，你也可以来问我。多谢诸位，不过我估计来不了。怎么来不了？莫非你娘子不让你天天出门？自然不是，我现在每日都去府学里旁听，也只有今天休沐才有空出来。你能去府学？不错，那天我去府学找夫子的同窗，被拒绝后本想离开，但却在门口遇到了府台大人身边的陆师爷。陆师爷说我来得早，便给我走了个方便，安排我进去府学旁听1个月。就因为你来得早？早知道如此，当初我便跟着你一同来就好了。有明兄倒也不必如此懊恼，去了府学只是在一个大课堂与众人一同上课，你留在家里是咱们夫子手把手教导的你，各有优劣。先前我还觉得你娘子有些不懂事，明知道院试将近，却要你要带着她早早回门。如今我才知道，你娘子估计是个有福之人，原来这是有大造化在等着你呢。接下来几人便是推杯换盏，直到夜色降临，虾仁才来到了书屋。而此时陆方2兄弟正拿着印刷出来的第1份成稿上下打量，只见画上的美人红衣，黑发白肤，旁边的环境则用了另外2种色彩，虽然都是常见的颜色，但这却不是画出来，而是印刷出来的。成了，这与原作无异啊！这以后批量印刷起来，就算卖100文一张，估计都大把人上赶的来买，这还何愁生意？恭喜夫君了。都是大家的功劳，如上次所说，下月发工钱的时候，我会给你2人多发1笔奖金。日子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院士通告发出，